我向公司请丧假参加我爸的烈士追悼会，却被艳女领导堵在了人事部。她把离职报告扔到我的脸上，嘴角勾笑：你回去了，你爸就能活过来还是怎么的？专案人手这么紧张，没见过你这么没责任心的人。行啊，要么离职，要么你把你爸抬到我面前来，我立马给你批假。他扭着腰肢，转头就签了同专案组小李的假条。小李啊，要记得我的好哦。我颤抖着手要在离职报告上签字，男友却直接冲进来扇了我一巴掌。你爸死就死了，你至于跟林总置气吗？工作没了，你指望我养你啊？我冷笑着看着办公室看笑话的众人，撕了离职报告，平静地拨出电话。首长，我们公司不批丧假。我还被打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将电话开着免提递给林灿，他冷哼一声，一把打掉我的手机，又狠狠踩了几脚。哟，你一个乡下女孩还认识首长呢？别给老娘在这装模作样了。我说了，要么离职滚蛋，要么把你爸抬到我面前。我冷笑打断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不是厉害吗？你不是认识军区首长吗？你得罪得起我吗？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懒得跟你废话。不过你要是愿意当着大家的面给我跪下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不追究你泄露公司机密，否则你就等着接官司赔钱吧。说着，他挑衅地抬眼看我，周围早就围满了同事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。林总爸爸好像是我们集团大老板塞进来的，据说是大公子的未婚妻，以后的集团话事人。我们集团在海市可是纳税大户啊，这柳如月疯了，敢跟林总叫板，我们一介小民怎么敌得过大资本啊？对啊，老实辞职，回头再找工作就好了。这得罪了林总，要是被全行业封杀，再被告打官司，天都塌了。他是不知道我们集团是海市必胜客吗？拿什么跟集团打官司啊？林灿听到大家的话，更是颐指气使。柳如月，我劝你现在就跪下给我道歉，否则你就抱着你早死不值钱的爹一起死吧。我有的是手段和你过招，我们公司法务可不是吃素的。好心提醒你，泄露公司机密可是要坐牢的哦。说着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围着我从上到下鄙夷地白了我一眼。我被气得浑身颤抖，颤抖着声音据理力争。我不知道你爸是谁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能一手遮天成什么样，但我爸是荣获了一等功的烈士，你居然敢辱骂他，你犯法了知道吗？他扭头朝我冷笑，犯法？呵呵，看你这个穷酸样，现在这些00后真是一点苦都吃不得。为了请假拿军区司令吓唬我，小屁孩知道军区司令多大的官吗？什么都敢编敢说。你知道获得一等功有多难吗？就你这穷酸样，你爹又能是个什么值钱货？你照照镜子看看你配吗？说完转头向一旁我的男友顾优之示意，你是他男朋友，他是不是有个便宜爹你肯定知道，他撒谎的话你可要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哦。我确实从未和顾优之提过爸爸，一是因为爸爸确实常年不在家，二是因为维和任务保密性极高，我怕说了什么不该说的。我本想等结婚那天再告诉顾优之，却没想到我内推他来到我的公司以后，他转身就抱上了林灿的大腿，一直巴结，还美其名曰为了工作。也是，人人都说林灿是老总的女儿，他想吃软饭走捷径也正常。见我不说话，
顾优之以为我心虚，恨不得立马打死我向林灿表忠心。他怎么可能认识什么军区司令？他爸怎么可能拿得到一等功？我从大学就认识他，他家连市区的都不是，就是乡下来的野丫头。一想到我曾经和你这种撒谎成性的村里姑娘在一起过，我现在恨不得扒掉自己一层皮。说着他就抓着我的头发向桌子撞去，一瞬间我头昏眼花，额前似乎有液体流出，我许久才缓过神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顾优之。你疯了？现在法治社会，你居然还敢动手打人？我哪有打你啊？这不是你自己撞的吗？在场的人都能为我作证。我急得浑身发抖，我后悔了，我该早早地写下离职报告，不该逞口舌之快。我没想到法治社会，他们居然敢真的对我动手。我怎么样不重要，可若是因为我受伤晕倒，错过了爸爸的葬礼，我真的会恨自己一辈子的。我挣扎着想离开，此时只有一个想法，去参加爸爸的追悼会。林灿一个箭步上来，冲着门外的众人大喊，不想惹事的就把嘴给我闭紧了，然后转过身来猛地甩了我一巴掌。小婊子，你还没给我下跪呢，你想跑去哪？我早就看不惯你个小贱人自命清高的样子了，装什么装？能力强就什么用？还不是现在被我踩在脚下？我今天就给你这刚出社会的小屁孩上一课，信不信我今天就算把你腿打断，我也照样没事，无非是多花点钱和少花点钱的区别。你们穷人缺钱，我们有钱人缺乐子，打你也算我们各取所需。你们这群穷逼不就是想要 N+1 吗？让我开心了给你 N 怎么样？他微眯着眼睛示意顾优之，他不是想请丧假吗？让他爬着去吧。顾优之犹豫着小声开口，这要是腿断了，可就要构成轻伤了。他要是不和解，那我坐牢。林灿拍了拍顾优之的脸，有我罩着你，你怕什么啊？你是不知道集团在海城的地位吗？别说打断了他的腿，就是要了他的命我也能摆平。你怕什么啊？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我？顾优之听了这话，一把牵过林灿的手吻了一口。我的心肝肺，我当然爱你，为你我死都甘愿。顾优之像是吃了定心丸，接过林灿递来的高尔夫球杆，冲着我的腿就砸了下来。我躲闪不及，痛感瞬间传遍全身，冷汗直流，吃痛的在地上翻滚。林灿兴奋地在一旁拍手称赞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我咬紧牙关对顾优之怒骂，你疯了？法治社会你居然敢这样对我？你以为林灿会护你吗？你以为他护得住你吗？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懂什么？林总和你可不一样，她可是我们集团老总的女儿，不就是打断你个腿，对人家来说根本就不是事。公司的老员工此刻都远远地站在门外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笑话我。刘如月确实仗着自己有点姿色，天天眼高于顶，不让你请丧假不请不就得了，非要强。现在吃亏受罪的不是还是他自己。实习生刚从学校里出来，不知道社会的险恶，金钱社会可不就是谁有钱谁有理？哎，就凭集团在海城的势力，搞一个他还不是简单。对啊，其实低个头也就过去了，刚才要是下跪，现在也不至于被打成这样了，以后的工作估计也要被封杀了。孩子还是小，不懂事。林灿被周围老员工的话捧得越发兴奋，拿高尔夫球杆一下下拍打我的脸。知道错了吗？不是要回家奔短命鬼的丧吗？身上脏成这样多难看啊！优之，带他去我的休息室，给他好好换身衣服。打电话找2个保安一起帮他换。顾优之愣了一秒，眼底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，下一秒就来到我身侧，试图拖拽我，开始故意拉扯我的衣服。我受了伤，冷汗直冒，抓起顾优之的胳膊咬了上去，下了死口。
顾优之眉头一紧，对着我的脑袋就扇了过来。你属狗的吗？居然敢咬我！装什么假清高？怪不得不让我碰。刚才你打电话的老头是你的野男人吧？野男人给你开价多少啊？你宁愿咒自己爹死也要去陪他睡。我此时只觉眼冒金星，再没了力气反抗。林灿踩着高跟鞋走到我身边，弯身仔细观察我。啧啧，真脏啊！这么脏还是别放我休息室了，直接送去冷库吧。我趁着林灿不注意，直接摁着他的头往地上撞。他穿着高跟鞋，受力不稳，直接双膝着地，吃痛的叫出声。我不就让你辞个职，你至于打我吗？林灿声调都变了，娇弱无力。我正纳闷怎么回事，身后人低沉开口：怎么回事？我转头看向来人，合身的立体剪裁西装，意大利手工薄底皮鞋，手上戴着百达翡丽，非富即贵。我才刚来公司几个月，没见过集团的人。不等我判断来人身份，林灿已经凑上前去，仿佛受了天大委屈，红了眼眶，渲然欲泣地开口：裴总，这个实习生他泄露公司核心机密，我让他离职，他还伪造身份，说是什么烈士子女，还认识军区司令。一还不愿意，就是想讹我们的钱。你看他把我打的。说着就指着自己微红的膝盖，满眼的雾气。林灿看向我，一脸的狗仗人势。裴总顺着他的视线看了看他的膝盖，又看了看鼻青脸肿的我，满脸嫌恶和高高在上。这人姓裴，看林灿的态度，他应该就是我们集团的老总。此时我手机被砸，也只能寄希望于他不至于是个纵容暴力之人。裴总，我的样子你也看到了，林灿说的根本不是真的。所以呢？他打断我，冷漠的脸上嘴角微微带笑。你是哪来的？你不会以为我会为你主持公道吧？你这种实习生我见过太多了，没一点本事还总以为自己多牛，实际上狗屎不是。我看一眼都脏了我的眼睛。现在立刻和林灿道歉。我气笑了，原来现在真的还有这么多人可以仗着有钱完全不讲理。是公司当初给我发的 offer， 我靠工作赚钱，凭什么就低人一等？合住现在2025年了，还有这种给人开工资就觉得自己是爹是皇帝了。裴应斐，叫你一声裴总是给你面子，你开工资我给你干活，我不是卖给你了。你凭什么纵容你的员工对我重伤？你这么大一公司老总不懂法吗？还是你不过就是一个靠祖上庇佑的二代？果然富不过三代是有道理的。就你这种人接手公司，早晚倒闭。裴应斐眼神里闪过一丝震惊，随后轻笑出声：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嘴这么能说有什么用呢？还不是得乖乖给我们当狗。如果你不愿意道歉也行，那就等着被全行业封杀吧。我看你得罪了我们集团，还有哪个公司敢用你？到时候你再哭着求我，可就不是现在跪下道歉这么简单了。不怕告诉你，还是我们家说了算。我冷笑开口，随便，还敢嘴硬？林灿立马狗仗人势，你们穷人真的浑身上下只剩嘴硬了。又不是没见过你们这种人，回头被行业封杀，吃了官司还不是要哭着来求？我看着眼前衣着光鲜的两人，恶心的想吐。看来我不是他们第一个欺负的人了，怪我当初眼瞎。进了这个公司，我大笑出声：求你们，你们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不就是有2个臭钱，真当自己是一手遮天的皇帝了？不好意思，倾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站在一旁的顾优之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眼神似乎在说我疯了。我没说大话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大家对有钱人跪久了，都忘了当初我们怎么站起来的。更何况我们家满门忠烈。
我爷爷参加抗美援朝，一身勋章，我爸一等功烈士，等着我去参加葬礼。我是我们家唯一的独生女，他今天惹错人了。我死死地盯着裴应斐，像爷爷和爸爸一样，面对敌人，毫不畏惧。裴应斐愣了一秒，冷笑出声，不耐烦地开口：实习生，我们的时间可是很值钱的，没空跟你在这一直扯。你到底道歉不道歉？我坚定地盯着裴应斐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：我没错。裴应斐眼神微眯，似乎想看透我，而顾优之和林灿都一脸吃惊，蓦人相信，平时唯唯诺诺的我，此时居然如此有勇气。裴应斐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看着我问林灿，他说他是烈士子女，认识军区司令。林灿赶忙摆摆手，指着顾优之：裴总，我都核实过了，他都是唬人的，这是她男朋友，她男朋友都不知道她有什么烈士爹。林灿见裴应斐站在原地不动，只是审视着我，赶忙示意顾优之上前说话。顾优之点头哈腰地开口：裴总，我和她是大学同学，她就是乡下来的丫头，从来没听过她有什么背景，她穷惯了，胡言乱语的。对啊，她就是一个穷丫头。裴总，你可是集团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就凭集团在海市的能力，怕她一个穷丫头？再说了，还有我们林家给你们当后盾不是？这话彻底浇灭了裴应斐的疑虑。横是吧？通知所有同行，永不录用，通知法务，给我告到他倾家荡产，剩下的怎么完？你说？裴应斐笑着捏住林灿的脸，一把搂进怀里，顾优之的拳头握紧，眼底满是不甘。他不会真的以为林灿这种人会和他一个小职员在一起吧？他到现在都没发现林灿在利用他。林灿抬头在裴应斐脸上送上一吻，用最软的语气说出最恶毒的话，对着顾优之吩咐：那就脱光了扔去冰库好了，好好让他反省反省，别死了就行。顾优之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大踏步到我的面前，扯着我就往外拽。我挣扎着试图唤醒顾优之：顾优之，你看不出来林灿在拿你当工具人吗？你什么都替他做，最后受惩罚就是你了，你还看不清吗？见顾优之顿了一下，林灿赶忙轻声开口：优之，部门经理的位置你不是很想要吗？裴总在这，你还不赶紧好好表现表现？顾优之小声说了句抱歉，就开始撕扯我的衣服。我本就受了伤，现在更没办法和他对抗。我拼命挣扎，厉声尖叫哭喊，在林灿和裴应斐眼里却成了笑料。他们悠然地坐在一侧，满眼戏弄地看着我。我大声向门外呼喊，希望有人能注意到我。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报警？求求了，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？办公室的大门猛地被人推开，一个我似乎只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颤抖着举起手机：你们这是犯罪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我现在在录影，你们要是再不停下我就放在网路上。我看着女孩，她明明周身都在颤抖，可她的话却掷地有声。我的泪水在看到她的瞬间彻底止不住了。顾优之的手也停了下来。林灿笑了一下，关上大门，转身步步紧逼女孩。女孩慌张地往我这边退。啪！林灿一巴掌打在了女孩脸上。你不会以为你这样很勇敢吧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穷人的自以为是。别说你报警，你就是告到中央，我照样有法子摆平。裴应斐吐出一个烟圈，轻声开口：碍事的垃圾，那么喜欢见义勇为，那你替他好了。顾优之听出了裴应斐的意思，一把把女孩推倒，开始在她身上乱摸。我疯了一样扑到女孩的身上，大叫着让顾优之滚，直到裴应斐电话响了。接完电话的他把烟拧灭，
摆摆手示意停止，到此为止吧，没空陪他们闹了，我走了，管好下面人的嘴，我莫来过。林灿赶忙上前，摸上裴应斐的胸口，今天是怎么了？还没开始呢。裴应斐满脸的烦躁，我爸不知道怎么知道了，说什么让我赶紧滚回家。林灿愣了一秒，随后笑笑，裴叔也是年纪大了，什么事都上纲上线，肯定是刚来这小贱众报警，远景那边给他打电话了，既然电话能打到他那，就证明没事。我一边帮身下的女孩拢着衣服，一边坚定地开口，是吗？你确定没事吗？距离我电话关机已经半个小时了，那又怎样？你们两个小贱众，我今天非要收拾不可。林灿说着拿起手机就给保安打电话，没2分钟保安就来了，4个保安直接把我和女孩拉开。我此刻浑身发抖，我真的没想到裴家在海市如此狂妄。林灿见我不再嚎叫，兴奋地上前耀武扬威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都跟你说了，像你这种人连命都是贱的，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集团居然可以只手遮天，人命在你林灿的嘴里都是不值钱的，太可怕了。既然你说得出口，就不要后悔。林灿伸手看了看自己的美甲，一脸不在意的开口，我林灿活这么大还真是不知道什么叫后悔。给我关进冷库，我不说放出来，不许放出来。我和女孩被保安推进冷冻库，周身瞬间寒气侵体。林灿走进来，踢了踢我受伤的腿，如何呢？你不是说我会后悔？你倒是让我后悔一下，只会说大话的小婊子。见我不说话，林灿的笑容更开怀了。你们两个就好好在这享受吧，真好笑死了。我沉默不语，脑袋开始逐渐发昏，似乎看到了爸爸。我伸出手想要去抓他，却什么都没有抓住。如月，爸爸不在家的日子，你一定要坚强，要勇敢。他似乎在说话，在说每一次离开家前都会说的话。可这次，他不会回来了。眼睛生疼，在我倒下去的一瞬间，似乎看到了冷库外的松脂绿的衣服，金属的帽檐。是爸爸，不是军区司令，我爷爷的挚友，汪爷爷。他穿着军装，高挺的身影在看到我的瞬间佝偻着腰飞奔过来。如月，如月。他脱了军装盖在我身上，一把把我抱起离开冷库。刚才还颐指气使的林灿笑容瞬间僵硬在脸上，没有人说话，只剩下皮鞋踏在地上的声音，步步铿锵有力。林灿按下心中的莫名不安，强撑着乱喊：保安，保安，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？你是不是穿着淘宝买的假货在诈骗啊？旁边的顾优之赶忙拉了拉林灿，林姐，军装能作假，肩上的橄榄枝夹心做不了假。林灿瞬间脸色苍白了起来，但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又开始颐指气使。我管你是不是首长，你私自闯入我们公司违纪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信不信我举报你？此时走廊尽头又跑来几名身着军装的军人，对汪爷爷敬了礼，身后跟着几位身着警服的员警和几个穿着行政夹克的男人，满脸紧张地站在一旁。汪爷爷眼神一瞪，林灿不自觉后退一步。你是谁？林灿下意识地攥紧裴应斐的衣角，嗓音颤抖。不会吧？这阵仗，难道这个实习生是真的？我没有理会他们，对上汪爷爷的眼睛，泪眼朦胧。爷爷，我爸爸呢？汪爷爷把我放下，抬了下手。不到1分钟，有个军人抱着小小的盒子来到我面前，另一个军人把我爸爸生前的军装也带来了我面前。汪爷爷声音悲怆又难过：孩子，你爸爸，我给你带来了，没有人能欺负你了。汪爷爷声音哽咽：你爸爸是和平的守护者，是祖国的骄傲，是我们的一等功。
他的牺牲重于泰山。孩子，你要为你爸爸骄傲。我摸着小小的盒子，笑了哭，哭了笑。爸爸，你回来了，这次再也不走了，对不对？汪爷爷轻抚我的背，孩子，是谁欺负了你？今天我要当着你爸的面收拾他，不能让我们的英雄流血又流泪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身边响起了嗤笑声。裴应斐一脸嗤笑地看着我们，你们这出戏要演出去演，别在我这碍眼。我管你真的假的，跟我都没关系，跟公司更没关系。刚才动手的是他和他，你们想带走就赶紧带走，别影响我公司正常运行。裴应斐随意地指了指林灿和顾优之，果然裴应斐这种人太知道趋利避害了。林灿瞬间懵了，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裴应斐，声音颤抖，裴总。顾优之也慌了，赶忙结结巴巴地解释，我也是受人指使，跟我可没关系啊，都是他指使我的。顾优之可真是个软骨头，真是欺软怕硬的一把好手。我冷笑一声，他们每一个都欺负了我，我身上的伤他们都参与了，不止我，还有你们刚才一起从冷库带出来的女孩。林灿指着我就开始怒骂，你在胡言乱语，跟狗一样乱咬试试呢。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一把撇过林灿的手指，把他摁在了地上，你再敢侮辱烈士家属试试呢。林灿被摁在地上动都不能动，却仍叫嚣着，裴总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，我们林家和你们裴家可是世交，他们在公司这样欺负我，不就是站你头上拉屎吗？你可是裴家的继承人，你这种时候怂了，以后海誓谁还看得起你裴家？裴应斐眼神眯了眯，似乎想通了什么，抬手就给汪爷爷递了根烟，小声用我和汪爷爷能听到的声音轻语，您看，这以前疏漏了，现在都知道了。柳如月的医药费、误工费们集团全包，伤好以后回来上班，直接升公司高层，年薪100万，您老看如何？呸！垃圾公司，谁要再回来上来？滚啊！我看着裴应斐的脸就吐了上去。裴应斐瞬间被激怒，直接上来就要踹我。汪爷爷一个擒拿手直接把他摁跪在了地上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赞许。我们英雄的孩子，好样的！裴应斐被当着那么多公司下属的面被按在地上，没面子极了。老东西，给你脸你不要是吧？那就别怪我让你抹脸了。小周，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找人收拾这老东西。我们裴家认识的人有的是比你牛的，是吗？我今天就在这，倒要看看谁敢来。裴应斐的爸爸莫一会就飞速赶来，看到现场的状况冷汗直流，上来就对着裴应斐拳打脚踢，怒骂叫嚷，让你回家回家，你个惹事精，我上辈子欠你的吗？汪爷爷冷哼一声，你儿子说你们裴家认识很多牛人啊，我在这等着呢，你赶紧叫吧。裴应斐的爸爸赶忙鞠躬行礼，劳领导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您老别生气，刚才我来的路上了解了一下，裴应斐真的没动手，都是那个林灿和顾优之欺负了这个孩子。这个林灿和顾优之我们已经辞退了，交给国家处理，这孩子在我们公司受的伤，更何况是烈士家属，我们公司也表达一下态度，赔付柳如月100万人民币。您说的对，咱不能让英雄寒了心，真是个老狐狸。3两句话把裴应斐摘得干干净净，到现在了还在想拿钱了事。县汪爷爷无动于衷。裴应斐的爸爸轻言开口，您的战友张恩照确实和我爸关系也不错，都是老战友，晚上我喊上我爸我们一起吃饭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看着我爸的小盒子莫名的难过起来。汪爷爷笑笑，举起电话打了过去，老张啊，你跟裴家老头很熟是吧？他欺负了我孙女，
我现在要彻查裴家了，你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就行。那就这样。裴应斐爸爸脸上的笑容僵住，顿了顿手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裴应斐此时趴在地上，对着林灿的方向怒骂：都是他，他个贱人，一直挑唆我欺负下面的人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也真的没动手，起因都是他为了私心不给柳如月批丧假。汪爷爷刀一样的眼睛看向林灿：就是你故意为难如月，他身上的伤也是你打的。林灿此时已经吓得满眼通红了，跪姿在地上，看着我满眼的祈求：我批假，我现在就批假。但他身上的伤不是我打的，都是顾优之，他是她男朋友，他们情侣打架和我没有关系啊。顾优之一脸愤恨：就是你指使我打的人，你现在又不承认了。首长，你别信他的，就是他指使的我。汪爷爷指了指他们三个，问一直站在一旁的远景：你们的权力范畴都先带走，查查清楚，看看到底是谁。裴应斐见状开始叫嚷：凭什么带我走？我又没动手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动手了？这里人群中有个女孩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：是 HR， 我的电脑没有关，摄像头一直开着，全都录下来了，我也可以作证，我在门外一直听着录音，我也可以作证，我也可以。公司的人纷纷站了出来，原来他们不是什么都莫做。裴应斐见状气得咬牙切齿：老子给你们开着工资，你们就这样对老子？果然穷人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玩意。军人脚下的力度又重了重。汪爷爷冷笑一声，看着远景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我们的相关部门会一直跟进度。至于裴家，是要好好查查了。裴应斐被带走时还在嚎叫：我的律师呢？我是外籍人士，你们无权扣押我。无权。远景反手给他戴上手铐：你无论哪国人，你在中国犯了法，我们都有权按照中国的法律处理你。顾优之一脸祈求地看着我：如月，救救我，你知道我们家都靠着我的工资，我进去了，我妈怎么办？救救我，救救我。我没有理他，抱着爸爸的骨灰就往外走。汪爷爷跟在我身后：孩子，我们先治治伤，你爸先交给我们。我回以微笑：爸爸不在的日子，我会更勇敢。没关系的，爸爸以他的荣誉入了土。再次听到裴家的消息时，我已经入职了一家新公司，也不知道裴家和林家得罪谁了，就这几个月，居然就被彻查关门了。眼见他高楼起，眼见他楼塌了，我歪头一笑，也不知道那几个人在监狱的日子如何呢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